英鎊暴跌到去歷史低位，對我嚟講，呢個係俾全球嘅一個警號。有人話呢個係新金融海嘯嘅前奏，你哋覺得呢？即係好多人關心啦，呢個鎊跌成咁發生咩事呢？咁所謂嘅英鎊暴跌啊，有冇引發一啲咩嘅經濟危機呢？呢個英國同埋全球性嘅金融風暴啊，係咪就發生緊呢？唔好諗住自己冇投資喺英國呢，就咩都唔使理喎。其實呢，係對整個嘅全球金融市場呢，都係一個大嘅衝擊。咁嗰陣再講啦。嗱，投唔投資英鎊呢？買唔買外幣呢？嗰啲啦。一陣呢，我就會再即係同你哋傾一傾呢一方面啦。咁喺我開始之前呢，記得 click 翻個 like 啦，同埋訂閱嘅時候呢，記得 click 翻個 long 啦。咁提一提大家啦，呢啲影片呢就唔係一個投資建議，投資有風險，記得自己做好功課啦。好，首先呢講一講點解會發生呢個英鎊危機先。咁呢個英鎊危機呢係開始於幾日之前嘅啫。英國呢就公布咗佢哋會實施自從1972年以嚟呢最大規模嘅減稅措施。咁佢哋叫呢個叫 mini budget。同一個時間呢，佢哋亦都會推出一系列啦，去應對高能源價格嘅措施。但係呢一個 mini budget 嘅細節一公開之後呢，英鎊呢就暴跌。咁連同英國股市啦，以至去到美國嘅股市啦，或者係一啲亞洲嘅市場呢，其實喺今個星期初呢都曾經暴跌。咁 mini budget 呢就內容都幾長嘅，咁但係呢我就概括少少啦，講幾個重點。第一，點樣大減稅呢？就係對收入超過15萬英鎊嘅人呢，徵收所謂嘅45% 嘅額外所得稅呢，會完全取消。即係話呢，有錢人交少咗稅咯喎，而基本嘅 income tax 呢，亦都會從20% 降到去19%。咁原本呢，佢哋諗住將一啲公司啦、企業嘅利得稅呢，要提高到去到25%呢個計劃呢，都取消啦，即係維持翻喺19% 嘅啫。咁至於佢哋嘅 energy bill 啊，即係呢對付呢個能源高價格，咁佢哋有啲乜嘢嘅措施呢？咁佢哋呢就話啦，所有英國企業、慈善機構啊或者公共部門啦，以至係去到個人嘅能源消費，亦都會可以得到一啲減免啊。整體上呢，係政府撥款啦，去支援呢個急升嘅能源價格啦。咁 mini budget 咧嘅另外一個重點咧，就係話要增加呢個本土嘅經濟動力。咁咧佢哋咧第一個政策喺英國就將咧 banker 嘅 bonus 嘅獎金上限啊就取消咗。佢本身都係一個世界嘅金融中心嘅首領之一㗎啦。咁佢哋想繼續將呢一個英國作為呢個金融大佬呢個定位咧，係繼續去 enhance 咗佢啦。咁亦都想更多嘅外資行咧去英國嗰度投資啦，或者係增加職位啦。咁咧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增加40個嘅投資區。喺呢啲特定嘅投資區裏面咧，就會為企業咧提供一啲減稅嘅措施啦。咁除此之外咧，亦將呢一個房地產啊印花稅嗰個房地產價格嘅上限咧，亦都調高咗，即係咧又交少咗稅啦。咁另外咧，國民保險費佢個本身都諗住要上調嘅，亦都取消啦。成個 budget 咧都係被批評係傾向富有嘅人啦。咁對啲窮啲嘅人嚟講，咁佢本身都冇乜交稅或者交好少稅，所以對佢嚟講咧幫助不大。咁呢份 mini budget 咧一出咗台之後咧，英鎊應聲暴跌。咁英國嘅國債債價咧亦都急跌，債息就抽高。咁最大嘅爭議其實唔係講緊英國喺度動用好多嘅資金援助呢個高油價、天然氣呢啲咁嘅問題。最大個爭議咧係講緊依家英國政府咧，佢將大量啊，佢會花大量金錢去援助人民啦、援助企業啦。咁但係同時咧，佢用嚟支付去依啲援助金咧，佢又唔係用自己嘅錢喎，亦都唔係透過徵更高嘅稅去俾依啲咁嘅援助金，佢係通過發債。借錢，其實簡單講句即係借住先啦。咁有人問係咪真係同 QE 一樣呢？咁呢一樣就唔係 exactly 一樣，但係佢事實上係想增加呢個市場嘅資金嘅流動性啦，透過減稅。咁所以都係喺某程度上 ideally 咧，英國係希望用過呢個政策去刺激佢哋本土經濟啦。咁其實市場嘅投資者咧對呢個 mini budget 咧已經好快咁樣用腳咁樣已經投咗票㗎啦，就係反對票。咁其實點解市場嘅投資者要投呢個反對票咧？大家都知呢一個能源問題咧就唔係一個永久性嘅。俄烏戰爭一解決到，或者係過咗個冬天個需求低啲嘅話咧，其實可能會好啲嘅。咁但係咧，英國依家被抨擊嘅話咧，就係佢藉住呢個能源嘅問題而提出嘅其他嘅經濟方案咧，
佢哋呢個影響唔係一個短暫性，對呢啲市場嘅投資者嚟講咧，呢一個影響係永久性嘅。咁其實今次個 mini budget 咧，英國嘅花費咧係非常之大。咁但係佢個問題就係佢未有一個明確嘅計劃咧，邊一個俾翻呢筆錢咧？即係你邊個埋單咧？咁除咗靠佢繼續發國債去借住錢做住先，有冇其他方法咧？如果冇嘅話，即係增加支出，同時又增加負債，咁所以咧就引發呢個英鎊嘅恐慌式嘅拋售。咁2年期嘅英國國債收益率咧喺短短幾日裏面咧急升到去到4.681%。咁10年期嘅英國國債收益率咧亦都係幾日內咧升到去4.4385。30年期嘅息率咧更加急升，已經超出咗5%，報最新5.004㗎啦。咁同美國一樣啦，英國嘅短期同埋長期嘅債券收益率咧嘅息差亦都出現咗倒掛。倒掛即係話咧短期嘅息率高於遠期息率。咁最新咧其實係講緊-32.1，即係代表咧英國有機會處於或者咧已經處於呢個經濟衰退啦。咁你哋如果想學一學咧呢個債息同埋衰退嘅教學咧，可以睇一睇呢段影片啦。咁呢度都話一話聲俾大家知啦，債價同埋債息咧係走反方向嘅。咁如果你想學多少少債券嘅一啲基礎知識咧，你可以睇翻呢段影片。英國政府佢嘅借貸成本急升咧，其實國債價跌、國債息升咧，對英國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呢個借貸成本急升啦。咁由2022年啦1月嘅時候咧，英國政府當時候借錢啊，佢俾嘅利率咧係0.9% 嘅啫。咁到去到 QT 啦，即係佢哋要開始收水啦，同埋全球要控通脹加息啦。咁去到8月嘅時候咧，喺呢個英倫銀行加息之後，其實都係講緊1.6% 嘅借貸成本，但係咧，呢個 mini budget 一出台之後咧，喺短短幾日呢個息率咧已經升到去4.1%。呢個借貸成本上升，即係代表英國咧每借1分錢又貴咗啦。咁點樣 cover 呢個貴咗嘅借貸成本咧？咁頭先我都講咗啦，英國咧暫時係未有確實嘅數字可以俾出嚟。咁除咗佢哋估計啦，呢份預算咧喺 long run 嚟講咧，會為英國喺5年以內帶嚟咧另外47個 billion 嘅鎊嘅收入。咁呢47個 billion 嘅鎊咧，預計係基於每年1% 嘅經濟增長。雖然咧呢一個係新任嘅英國政府嘅宏願啦，不過咧好多經濟學家以至係市場咧作出嘅反應都係一句 fairy tale。咁佢哋覺得咧，如果成功係非常之好嘅，咁但係佢哋期望咧呢個成功唔係好大，因為咧講緊1% 嘅增長咧係非常之高嘅增長力嚟嘅。咁甚至咧有啲人係擔心英國喺呢個國家收入大幅減少嘅同時，債務咧又大幅提高，咁而英國嘅違約風險咧就更加高。有啲極悲觀嘅人咧，甚至講啦，要得到呢47個 billion 鎊嘅收入之前咧，英國嘅情況可能比希臘更加差。咁其實事實上咧，投資者亦都用腳已經投咗票啦。由前日起咧，英國喺國際市場佢嘅借貸成本咧已經係貴過呢個希臘同埋意大利㗎啦。最新嘅英國國債收益率咧，5年期嚟講咧係4.6%，但係對比起意大利咧，意大利係講緊4%，希臘咧係4.1%。咁我自己會睇到咧，喺可見好中短期內咧，英國嘅央行係必須要加息。因為咧佢要加息去吸引翻投資者去買英國嘅國債，但係加息咧亦都會加重咗幾樣嘢。第一就係咧企業同埋啲人會有更高嘅借貸成本啦，從而咧亦都會有更高嘅人工嘅成本啦。咁同一時間英鎊因為跌咗好多啦，即係話咧佢哋買能源嘅成本會更加高啦，因為呢啲能源都係入口嘅。咁而住屋嘅房貸嘅成本亦都會上升啦，因為要加息。所以咧，我會見到喺中短期嚟講咧，會有更高嘅核心 CPI，咁即係通脹咧會再次衝高。咁如果你哋本身係喺英國買咗物業，仲係有按揭喺手嘅話咧，即係話呢個供樓嘅成本咧，亦都會大增。咁我頭先咧都講過，千祈就唔好以為咧自己冇投資喺英國，冇住喺英國就等於咧唔關你事，亦都唔關你買開嘅美股事。琴日咧因為趕唔切出片，咁咧所以咧先喺呢個 Patreon 咧都有同佢哋分享我自己對鎊呢個暴跌嘅睇法。香港人一定都好清楚，呢幾日咧喺英國有業務嘅企業啦，譬如 HSBC 啊、渣打啊、長實咁樣啦，咁喺過去幾日都有急跌。咁連同咧美股啦，因為佢個債券收益率咧都急升，咁其實喺星期初嘅時候咧，即係1、2，美股都係受一個好大嘅衝擊。
而家咧美金急升咧，事實上係對全球嘅貨幣係造成一個好大嘅衝擊。咁其實喺經濟學上面咧，一般嚟講啊，如果一個貨幣加息咧，其實佢係應該上升而唔係暴跌嘅。所以咧，英鎊今次暴跌咧，對我嚟講係不尋常。咁暴跌嘅原因主要都係市場睇到英國唔打算為佢嘅財政負責任啦，咁係加大政府嘅支出，同時又會加大佢嘅債務啦。咁所以咧，令到咧市場就恐慌式咁樣拋售呢個英債同埋英鎊。同一時間，因為英鎊係對美元，所以咧美元咧又再被推高啦。加上美國咧係依家係正值呢個大舉加息嘅週期啦。咁加息下咧，咁美元會更加受追捧。咁喺雪球效應之下咧，呢個英鎊嘅需求性咧就更加之低啦。英鎊跌其實唔係完全冇好處嘅。咁可以話，譬如英國出口嘅時候咧，佢嗰啲貨品會有更加嘅競爭力啦，因為平咗啊嘛，英國貨。咁有機會推動翻佢自己嘅國內嘅出口嘅，咁但係同時咧，英鎊跌亦都會加劇佢哋自己英國本身好嚴重嘅通脹問題，而家講緊係10%啦。咁而英鎊暴跌亦都係市場對英國經濟前景嘅一個指標啦，即係話佢哋對英國嘅經濟前景仍然係悲觀。你可能會諗啦，咁點樣影響到美國嘅公司咧？咁其實過去咁多年以嚟啦，接近長達10年嘅週期，好多美國公司咧都係依靠美元貶值啦，或者有極低嘅利率咧去刺激佢哋嘅銷售啦、利潤啦，即係頭先我講嘅出口呢個問題。但係咧，強美元咧，即係代表佢嘅出口成本貴咗啦，外國貨就比美國貨更加平。咁摩根士丹利嘅首席股票策略師咧，佢就指出美元對一籃子嘅貨幣咧，每上升1%，S&P 500指數嘅大型公司咧，佢嘅收益平均將要跌0.5%。咁你而家諗緊啦，我哋一年以嚟咧已經升咗15%，咁所以咧，大家可以想像到對美國公司嘅收益咧，將會有一個極大嘅下行嘅壓力。摩根士丹利都指出，公司嘅收益咧有機會係講緊10%嘅下跌。咁呢個同我上次嗰段片咧講有關 Ray Dalio 嗰個預計咧，佢都係吻合嘅。Ray Dalio 都係預計美國公司嘅收益要跌10%。咁琴晚咧呢個 BOE 啊，英國央行咧，終於就公布咗一個好緊急嘅政策啦，就係短期內咧要買回佢哋嘅國債。咁呢個措施其實係用嚟咧穩定翻金融市場波動，咁即係佢淨係收緊債券嘅流動性，希望呢個債價唔好跌得咁急啦。咁琴日咧我都同啲 patrons 講，我都覺得呢個係必須要做。韓國政府咧都做緊類似嘅動作，咁因為咧整體啊全球啊其實環球經濟衰退同埋不穩之下咧，加息造成美元急升咧，已經影響到唔同國家嘅唔同嘅經濟體系嘅穩定性㗎啦。咁隨住咧各國央行咧試圖去提高佢哋自己國家貨幣嘅價值咧，淨係可以有一樣要行嘅啫，就係要加更多嘅息。咁依家全球啊，即係除咗日本啊、中國之外，都係做緊 QT 啦。QT 即係收緊翻呢個金融嘅流動性啦。咁大多數嘅投資者咧就湧入呢個短期國債，從而咧亦都相對推高咗咧美金對其他貨幣嘅價格。咁美國加息亦都代表投資者會將呢啲資金咧存放喺美國嘅資產上面，因為美元嘅資產更加吸引啊，息口佢哋可以得到更多嘅回報。所以每一次當 Fed 嘅鮑威爾企喺台上宣布佢哋美國央行下一個嘅加息決定嘅時候咧，佢其實都係喺度提高緊全世界每一個國家嘅借貸成本。佢呢個成本增加，即係每一個國家亦都要增加佢哋嘅利息。咁增加利息亦都會加速呢個衰退嘅風險啦。正如我之前講啦，企業嘅融資成本過高啦，打擊經濟。其實好多新興嘅經濟體咧，佢都受到一個嚴重嘅打擊。譬如斯里蘭卡啊、阿根廷啊、泰國等等啦，因為呢啲發展中嘅國家咧，佢哋經濟力量比較弱啊，咁所以咧佢哋一般係持有大量嘅美元債券。咁即係話，如果呢個美元債上升，即係話佢哋要用更多佢哋當地貨幣啦，例如泰銖啦，去償還呢啲債務。所以呢啲咁嘅發展中嘅國家嘅衝擊係好大，對佢哋嘅經濟財政嗰個壓力亦都係好大。現時啦，咁多個國家都佢哋嘅貨幣都有貶值啦，當然可能會爆發一啲唔同程度嘅違約嘅風險，同埋呢個債務危機。咁咧，如果真係有一系列嘅小型國家或者甚至係大型國家，好似英國咁出現一個無力償還佢哋嘅債務嘅話，咁呢一個咧可以話係一個全球性嘅金融海嘯。咁當然啦，英國嘅 mini budget 咧呢個計劃唔一定係失敗嘅。
佢哋依家預期係每年得到1% 嘅增長，5年內要得到47個 billion 嘅磅嘅國家收入。呢個佢得唔得到呢？咁當然係取決於佢哋個政策嘅成效啦。咁可能係要喺中長期之後先可以反映出嚟啦。因為其實要 measure 佢哋 cut tax，佢支出咗幾多呢？其實係好容易計，即係已經大把人喺新聞度計咗。但係要 measure 英國會得到幾多嘅外資 band 投資喺英國，會得到幾多企業投資喺佢哋所謂嘅40個經濟特區裡面，呢啲咁嘅成效或者資金數字咧，其實就好難計得出嚟。所以依家我會話市場係非常非常之唔開心，即係對英國，因為咧佢哋未有一個計到一個方法出嚟，點樣同你計翻個47個 B 出嚟咧？咁你未有呢個 plan 出台，咁咪大家咪冇信心咯。咁所以你問我英鎊係咪見底咧？係直接係完全取決於未來英國經濟嘅表現。但係如果你係有一個硬性嘅需求，譬如你要買屋、讀書、移民喺嗰邊要用嘅，咁當然啦，依家係的確好平啦。咁近嚟咧，好多外幣對美金咧都顯著下跌咗啦。喺呢個極強美元之下咧，其實真係多咗好多人咧留意外幣嘅投資價值。今日咧我就揾咗 Saxo 咧去贊助呢段影片。Saxo 咧係一間持牌嘅丹麥銀行啦，佢哋喺亞洲市場上面咧係少數提供多元化資產嘅交易平台，包括外匯啦、股票、債券、貴金屬同埋 REIT 等等。咁 Saxo 咧提供對190個貨幣嘅交易，當中咧包括主要貨幣、次要貨幣、特種貨幣同埋現貨金屬啦。呢個交易外匯嘅 spread 仲可以低至0.4個點子。咁如果咧係非常之活躍於呢個 FX trading 嘅交易員咧，甚至可以獲得咧更低嘅差價。咁佢哋咧有唔同嘅外匯交易工具啦，你可以喺佢嘅平台上面揾到多種嘅圖表啦，查翻超過50種嘅技術指標，整合翻交易信號啦，同埋唔同嘅外匯工具，例如外匯期權啦、期權鏈同埋期權分析數據等等，俾一啲咧好有豐富經驗嘅投資者咧有更多嘅選擇。但係請注意啦，外匯咧通常係涉及呢個槓桿嘅，而槓桿係一個高風險嘅工具，投資者咧要注意翻風險，投資前咧記得要自己做好功課啦。我會話依家嘅市場叫做環球市場嚟講咧係一個極度不穩定嘅時間。咁短線嘅股票 traders 咧要特別留意近期股市嘅風險啦。1年嘅遠期聯邦基金期貨利率咧繼續上升啦，最新嘅數值咧就係4.68%。咁我對上嗰幾個星期都有同你 update 啦。上一次呢個讀數係6月17號高點嘅時候咧，嗰陣時係4.06%。咁當時股市咧就創造咗一個低位啦，就係 S&P 500。當時係去到3600點嘅。咁而家隨住咧債券收益率再次攀升咧，咁股市嘅壓力咧似乎又係越嚟越大啦。依家呢個市場咧個敏感程度係甚至去到就算英國嘅 mini budget 啦，同埋英國嘅債券收益率，佢哋嘅升同跌啊，都直接影響埋美國市場呢一邊。咁上一個星期一咧，其實美國嗰個 yield 咧係亦都係升得好急。咁如果呢個讀數短期裡面咧跌嘅話咧，咁亦都有機會咧對股市有一個短期上升嘅動力，咁即係 rallies 啦。咁我之前咧唔同嘅影片都有介紹過㗎啦，可以睇翻。咁如果你想投資喺呢個外匯市場啦，Saxo 呢個平台咧，佢哋提供咗好全面嘅外匯工具。佢依家開戶咧，仲有啲迎新嘅優惠啦。佢好似上次嘅迎新優惠咧，佢哋反應好熱烈啊！依家咧 Saxo 就特別延長咗佢哋嘅開戶優惠。咁如果你係新用戶啦，完成 Saxo 咧俾你哋嘅任務，即刻會送翻1股嘅亞馬遜或者係 Tesla 股票。詳情咧你可以 click 翻下面嘅開戶連結咧，了解一下啦。好，你都留言話俾我聽，你自己會唔會打算入手買一啲外幣咧？會唔會係英鎊或者 yen 字咧？咁你自己覺得英鎊會唔會繼續再試呢個低位呢？今日咧我就分享到呢度啦。如果你中意呢段片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留言、share 同埋訂閱。訂閱之餘記得 click 翻個 long，click 咗個 long 咧先收到 notification 㗎。下次再見，拜拜。